来，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到了我们直播时间了哈。哦，来了，退播现在才来，所以不要紧了。哎，也是难啦，各位呀、来，暗安，大家暗安啦。120位了，来，开始了。今天我本来那个主题我要做狠一点的，那我最后还想想，算了，放他一马。我本来主题想做什么，你知道吗？川普说什么？川普的原文是这样的，他说台湾那位治理当局啦，其实他的原文是 The person that running Taiwan， 他用 running Taiwan 是什么意思？在台湾运作的那个人，那个在台湾运作的当局啊，他甚至还不是说统治哦、治理哦，还不是说这就运作的意思嘛 ，running 是这个意思嘛。The person that running Taiwan， 哦，这句话写足凶的，这个很伤人的，非常伤人的。很多人说他是因为在什么要在中国嘛，要给中国面子嘛，这个不是，这个真的不是这样。如果他要给中国面子的话，他可以不要提了哦，他不要提说赖清德总统嘛，他说都台湾什么，他有很多说法，但是就是不能用 running Taiwan。这个讲真的很大的羞辱了，这个话是很大的羞辱。那自己当局，那赖清德变局长咯，所以以后我们就叫赖清德说，不要叫总统，叫赖局长。虽然我本来想做这个主题叫赖局长，想算了，来形容也给他抬起，你看他会恨死我了。但是我跟你讲了，我可以跟你讲了，美国说台湾主权未定论，那很简单啊，未定就表示你中华民国不合法嘛。什么叫主权未定？那有人跟你讲，你们家的什么的户长不合法，你们家的主权是归谁？那表示说你们家是不合法的嘛？不合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治理当局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不合法的嘛？啊，不合法就是表示什么？台湾是美国的，那你美国来驻军啊？我恳请美国要求美国驻军嘛？要求美国驻军这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台美党是很贴心的哦。我们台美党都知道你美国在想什么，你美国要什么。各位，我们台美党被打压到今天我跟你讲已经被打压到莫名其妙哦，全面打压，恐怖到什么程度？我所邀请来的来宾，今天一个一个跟我退通告，所以那一天搞不好没有来宾了，没关系，我自己。跟陈凯丽、跟袁宏斌教授，我们3个人撑起全场，刚好而已。我刚好可以在那天把所有的把我们台美党所有的来龙去脉都讲一次嘛。对，我们当然是挺军购啊。可是我所有来宾全部被打压到，没有一个人敢来。翠里面骂我已经他现在已经是大量扩散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本来约好要来的几个人，是最后他今天跟我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把他聊天记录放上来啊。他说我必须跟护国党切断关系，他们才要来。我说你贵姓啊？为什么？
我花200多万办一个活动，请你来参加，也是给你曝光的机会啊，是不是？很多政治都需要曝光啊，什么开什么玩笑，你还要指挥我不要跟谁来往，不要跟谁来往哦。所以这些台派，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台派，今天有点鲁莽了。我觉得这一次我发现台派有一点鲁莽，而且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疼惜赖清德的，就疼惜赖清德，疼惜到什么程度？疼惜到宁愿把我这个正台派打压。我跟你讲，谁敢说我不是台派？就他们那边讲说我是假台派，然后对我的所有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到今天讲不出来了哈。说有什么我骂他的是鸡，我是骂他是草豆鸡，因为他是脱北者嘛，他是小草嘛。然后说你怎么可以骂我是斗鸡？斗鸡不是鸡，他就说想说我骂他是鸡。我跟你讲，所以这个人很可能不是台湾人啦。台湾人认为骂鸡不是什么问题，只有中国人才会认为鸡是妓女。台湾有人觉得鸡是妓女吗？我就问各位啊，台湾有人觉得鸡？我说他就算我没有说他是鸡，我说斗鸡。斗鸡的台湾人还在学怕鬼啊，就是说你怎么那么爱吵架？然后他再开始到宣传，我廖金漳骂他是鸡，这句话台湾人看得懂吗？我跟你讲，出来回应的都是他们的什么中国的水军啊，因为中国水军他们才知道鸡是什么意思嘛，是吧？鸡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系列的哈，当然我最后是留了几条回应之后，留在萃几个回应之后，我是再也不上去了。但是我是真跟各位讲，铺天盖地啊！这个刚开始还没几位啊，现在铺天盖地。各位，我挺执政党的军购到底错在哪里？他找不到我的缺点，现在去找我的伙伴叫做护国党。护国党有一个叫闽南郎，他说闽南郎是护国党的副主席，所以闽南郎护国党有坏东西，所以他现在要求我，本来我说没关系啊，闽南郎只参加那一天早上的活动，下午我不会让他参加的。结果他们现在不是说闽南郎不参加我下午活动就可以，他说我要必须跟护国党断绝关系。我钱你也出了，我跟护国党一人出一半的钱了。我你提100万来啊，我们那个活动200万，我们出100万，护国党出100万嘛，那你出100万出来，我就把护国党 cancel 掉，是吧？这点人已经错乱到什么？已经错乱到忘记他是在一个民主世界的台湾，这点人是很恐怖。我真跟各位讲，有些不是水军，我真跟你讲，真的很多不是水军。他不是水军，他是支持赖清德、疼惜赖清德的人。表示什么？他们认为台美党会有发展嘛？我再跟各位透露了，美国密切的在关注台美党的发展。美国密切在关注台美党，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从美国直接传回来的，而且美国的社会普遍在讨论台湾入美51周，是这件事情让赖清德感到害怕。以前要讲他错赛，你听好，这样下去，国民党不是对手，台美党才是他最大的对手啊，各位。为什么？因为他们名不正言不顺，对不对？我想请问你，台湾前途决议文，我把它称为台间前途决议文，因为撰稿者是谁？郭正亮、郑丽文这两个最大的台间，都是什么？台湾前途决议文的撰写者。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放弃台独，拥抱中华民国。拥抱中华民国，他们本来想说拥抱中华民国可以取最大公约数，但是这些窝囊的台独也确实被收买了。你这台独买我跟你讲，你们这些老台独，我笑你们了，你们这些年被人家糟蹋，踩到脚，踩在地上摩擦了。今天你们台独声量全部没有，专播我去啊，我来帮你怎么出气啊？你们在打压我吗？是啊，我讲哪一点错啊？是不是？台湾用什么台独党纲骗取了政权之后，第一件事情用台间前途决议文，因为什么？郭正亮大台阶嘛，郑丽文大台阶了，
这两个都是参与了什么？参与起草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人。那我想请问赖清德先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你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当然也有一些民进党的参与嘛，但是最重要是这两位，为什么摆明他们就是什么共委派来卧底的嘛？国民党的卧底，国民党的卧底还是共产党的卧底哈？其实他们本来是国民党的卧底了，最后变成共产党的卧底了。那我就问你，一个卧底起草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前途哦，台湾前途的决议文，这个有多重要的一件事？各位，这个总不是我开玩笑吧？我的台湾全体决议文是共产党操纵之下拟定的了，那我就问你，不需要处理吗？我跟你讲，赖清德现在他们已经发现说，国民党根本就不是对手，国民党已经没有用了。当然地方的国民党势力还有了，但是他已经知道在总统大选这一块，国民党是没机会了，所以他实际上他就养寇自重嘛，就继续让把国民党养着嘛，然后是吧？然后觉得他不打击国民党啊，他打击我。很多人跟我讲说，你不要再骂赖清德了。跟你讲，我本来我每天都在想说哈，我每天告诉自己，今天别再要求赖局长了，他不过就是个局长而已，你要他干什么？但是当你站在我这个高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我要去做一个普通市民，我也很想做一个普通市民就好。我普通市民的视野就，哎呀，这个国家股票4万点啊，科技发达呀。可是当我站在我这个高度的话，我站在我这个高度的话，我看到的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千疮百孔来自共产党渗透的这么厉害。你一个民进党，一个台湾国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决议文呢，居然是台监写的。那两个人现在正活跃在两岸之间，正活跃在共产党的红色世界里。那我请问你台湾全体决议文要不要改一下？哎，加一瓶60块，等一下，谢谢你今天是最早的哈。那我想请问各位的，我如果要求赖清德修改他的台湾全体决议文，这样合理吗？合不合理？你不合理没关系啊，你不改没关系啊，我就天天说你啊，就台监全图决议文嘛。你拥抱中华民国，你的宗旨是台独，你是要推翻中华民国。你执政之后，把什么台独人全部赶出去哦，所有台独的那些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人全部不在什么他的执政圈子里面。所以呢，民进党是什么彻底的铲除那些建国有功的那些人，然后自己去拥抱中华民国。为什么？为什么？全部都职业学生嘛。我讲这句话，你们真的去思考啊！不要再说我什么哈！我跟你讲，他们打我从来不松手，他打我也没有松过手，所以你不要讲说啊，廖金漳你稍微手下留情，我没有什么手下留情，你叫他先手下留情，你叫赖清德先手下留情，先把他的狗拉回去，他的狗已经出来养到莫名其妙，先把他的狗拉回去。得罪我真的没好处，我不骗你。赖清德先生，你得罪我真的没好处，因为我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你惹了我，我这一辈子都咬死你。我告诉你，人什么？人最大的悲愤叫什么？叫不要被人家故意曲解。我明明满腔热血办一个活动，要挺台湾的军购，保护台湾。我这些年来就是为了保护台湾，结果被人家曲解至今，所有的理由都是莫名其妙，一点逻辑都没有。居然还说我们挺军购就是为了挺什么？挺什么？中华民国反共护国啦，现在等一下挺对岸啦，然后就表示说我的挺军购就是假军，就是反军购了。这个抖音版在按那来。现在他已经什么？已经所有的逻辑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哈！居然到今天还在讲什么？我罢团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要提告哈。他说我罢团的时候，那个我在金章在罢团的时候传出我贪污嘛，
这个事情我已经解释1万遍，所以说当有人跟你讲你贪污，你的负面消息一出来，你解释1万遍都没有用，因为他现在跟你讲出来了。霸团的钱从来不是在我这里，是的，他们当时拿我的名字去开一个户，说为什么我们要什么要进货出货，要卖一些什么小商品嘛，筹款嘛，因为我们霸团没钱，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我把这个交给会计，交给他们去处理，我从来没有管，我是这么信任别人的人哦，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存折有多少钱，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看过，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打我什么捐款潜逃。首先，这个可以什么？我说你们可以去法院告，要不然我去法院告，把这事公诸于世。那里面根本就没钱，我现在捐款潜逃。其实我既不捐款也不潜逃，这种事情现在被他们又拿出来打。他找不到我的缺点，就看一点芝麻小事就可以拿出来打，然后现在是打闽南郎的问题，闽南郎是护国党人，又不是我的人，我跟一个朋友跟护国党合作来办一个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他们办早上的追思会，我办下午的什么挺军购，到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们要逼我去跟护国党切割，因为他们有闽南郎，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现在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你歹牌的阿爸表现在这里吗？你的霸道是要表现在对台派吗？你的霸道可不可以用来对待中共呢？所以这些人呢，我跟你讲，什么本事都没有了。这些所谓台派，我可以笑你，你什么本事都没有，打自己人最一流了。我告诉你，我已经不再是台派了，好不好？我叫台美派，我的政党已经组成了。既然你们台派把我打成这样，那我就离开台派，我脱离台派，我叫台美派。我也可以叫美国派。你说我是美国派，我觉得更合理了。我就是美国派，怎么啦？本党主张跟美国合并，成为美国的一州，甚至美国的海外属地都可以。这就是我们本党最明确的主张。统独都是假议题。独立了还是会被打。现在很多台独朋友已经开始接受我的概念了哦。我说对啊，你们一辈子独立不了，因为川普已经讲了，他没有要让你们独立。川普的意思说，我们不可能让你们独立，因为你是我的，我怎么让你独立呢？你是我的老婆，你是我上爱某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单身，在外面花枝招展去独立呢？是不是？道理就这么简单，川普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共产党开始曲解，共产党美国那个什么，美国什么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台湾独立，好不好？美国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台湾，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 N 多次，美国没有支持过台湾独立，所以我请求这些台独人要睁大眼睛。第一，你独立不了，美国不让你独立；第二，就算独立了，乌克兰依然在几十年后被打，恐怕 gay 依然还是打你。因为中国那种大中华思想，他们已经全面把人民洗脑，形成了一个大中华思想。台湾只有一条路，加入美国51州，由美国保护。我跟你讲，中共绝对不敢动你。借中共1万个胆了，不是100个胆了，1万个胆他都不敢碰美国。各位应该知道哈，所以说川普说，哎，没有了，我们离他99000多公里了。但是我就跟你讲，啊，不好啊。好啊，那没关系啊，既然离那么远，那我台湾去投靠中国啊。那我今天跟川普讲，既然离那么远，不要了，不玩了，我们不玩了，我也不加入你了哈，我也不成为你的联邦，我也不成为你的什么属地，我去加入中国，我加入中国，你美国就垮。我再跟各位讲，台湾如果加入中国，第一个亡国的是美国。我讲亡国哦，你们去好好讨论，想想我这件事情。美国靠高科技，我已经讲了，美国对全世界都逆差，为什么？他怎么那么厉害哦？全世界都逆差，就是因为全世界都逆差嘛，他让全世界赚他的钱嘛。所以川普讲说我要增加关税，可以让全世界跪下嘛，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在赚美国钱。为什么美国可以几十年来都在被人家赚钱，他都在逆差，可是他活得好好的？因为美元计价这件事情
可以因为美元的信用可以让他什么，让他把他的什么，他的债务从38兆美元到50兆美元到100兆美元，只要你美元的信用还在，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美元信用什么在？第一靠石油美元，第二靠晶片美元。所以呢，如果台湾你说你都离我们这么远，那我去跟中国玩，我不跟你玩了。美国市值现在78兆美元市值的股市全垮掉，瞬间归零。我讲归零不，你不要觉得我讲的讲话很夸张，归零当然有点夸张了。我跟你讲，78兆美元的股市总值瞬间变成20兆，全美国那个崩盘，那个比大萧条还严重10000倍的事情，美国不可能接受。美国的通货膨胀从2个月前 2.4 到这个月到上个月到4月到 3.8， 川普马上紧张了，去跟习近平见面嘛。所以川普在重视的什么股市啦、经济啦、什么失业率啦，还有通膨啊，这是川普最重视的嘛。他如何承受失去台湾？所以川普的个性，你来了解川普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双子座人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100%是这样。他讲的每一件事你都不能当真，因为他讲那句话是当下的需要，他会因为当下的需要说不同的话，但是我就说嘛，川普一定会玩什么？玩补偿台湾做平衡，对不对？因为我在中国把你们台湾蛮消遣的一顿嘛，说你们是台湾的什么 ？The let running Taiwan, the person let running Taiwan， 那个在台湾在这 running 的人，他连名字他什么都不讲哦。这边表示什么？表示什么？他真的他真的很歧视赖清德。所以各位，你如果真的为了台湾，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塔山哦，这个塔山恐怕是一个行李人哦，这个小商人，我还不是大商人哦，一个小商人，他看事情这么准吗？就这么准。我认为川普我认为赖清德必须再加强努力，结果川普直接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如果没有川普给赖清德当了棒喝，你们可能还觉得说，塔山老北共一天到晚想要打击谁？你现在知道我有没有打击人了吗？你现在知道我讲的话真的假的了吗？我廖金漳出来回来台湾整整4年了，到今天每一句话都可受公平。我哪一句话曾经讲错，你来告诉我，你来质疑我啊！你不要笑对啦，你当时讲一条，台是讲不对啦。我哪一天把事情讲错，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讲，我接受啊。我如果真的讲错，我今天跟你道歉，我接受。问题是我看东西真的比人家入木3分，这是我的优势。我可以做4年的直播，如果今天不是我惹到赖清德，我觉得直播数量不会这么少。我的什么？我的订阅户，你看又888了，马上就887了啊！连米的887啊，因为现在准880几了吧，很快就887了，掉了几千个了。但是各位，你说你是一个直播主，没有一个直播主不会在乎他的订阅数大量下降。我大概降了5000个了哈，有没有在乎？我好在乎哦。但是我跟各位讲，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为了台湾的千秋大业，这一点这订阅数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还是要坚持我们对台湾的什么中肯的劝告。赖清德，你真的要清醒一点，人家川普这样羞辱你啊，他也不是真的要羞辱你，他是要什么？希望你啊重新振奋起来。当然也没有什么重新振奋起来，他也没有振奋过了哈。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哪有什么振奋不振奋？赖清德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软弱的总统了。不过金刚昨天有在讲啊。今天了，好像在哪里在讲什么台湾全体捷运我了。问大海阿公，你看嘛，好像是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当然是听到我的节目了。你不知道他很喜欢回应我的说法，是不是？不用解释，去做就好。你真的做到了，我都不会再骂你了。
我希望台湾是个长治久安、百年腾飞的社会，我不需要刻意去，去跟执政党作对。我是读个破去哦，你觉得我这样这么聪明的人，我会去跟执政党作对吗？各位，要不是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觉得这样再搞下去怎么办？要不是觉得按那个路了，有大概只有死路一条，我根本不需要去跟执政党对抗，是不是？就这样，各位去想一想哈，不要被网络上廖金漳又要什么要翻红了，你在等100年我都不会翻红，我喜欢他翻红，我问你啦，中国现在第一个这个要追杀我啦，中国现在最恨的是我，跟你讲，全台湾可能最恨的是我。知道吗？我怎么翻红？我有空间可以翻红吗？神经病啊，对不对？翻金了，对吧？人家对你的什么提的意见啊，不要觉得说人家就是要反对你，人家是要翻红了。我是全台湾最没有资格翻红的，因为中共不会收我，我已经把那个什么。把习近平卖成习大傻鸡卖多久了？这个是没有机会的哈，这是不可能，所以没有机会的，好不好？还是这句话啦，信也好，不信也好，10年后、20年后，你就会发现我做的对不对了啊！我也不靠这，也没有靠这些吃饭啦，所以我也不在乎你怎么看我，我只在乎我做的事对不对而已啦。所以大规模、大面积的打压我，只会让我斗志更旺盛，你知道？没有，我们中午今天聚餐嘛，我们团队聚餐嘛，我们有个副国长聚餐嘛，袁永斌教授也来了，从台北下来，我们聚了餐嘛。我们所有人都同仇敌忾的说，台美党就是踩到某人的狗尾巴了，就踩到某人的狗尾巴了，所以他跳得这么高嘛。有哪一个团队在凯达格兰大道办挺政府的活动被打成这样的？我跟你举例来说说看，只有我们啦，全世界只有我们啦。我跟你讲，我这个打压真的全面到你想象不到，因为我邀请几十个来宾了哈，都说好哦，每个人都答应好要去哦。结果因为523的事情嘛，他们也发现，哎呦。523民进党所有的团队都灌注到523了嘛，所以这些人呢，一个，我不来了，退通告，一个退通告，退到今天我不知道还有谁啦，我不知道，一定还有人会退的，这个就是什么？打压自己人，那真的叫不遗余力啊！你在讲窝囊的人就是这样的，有能力的人，别人给我建议，我赶快去做参考，成我施政的参考。我施政要从所有阶层的人民里面，在所有阶层的人民里面找到什么？我施政的依据嘛，我找到参考。哎呦，你们这个层面需要什么？你们这个层面需要什么？做施政依据嘛。我们来什么？让该拜托，让该什么建议，结果他们直接把他压死了。我廖金漳是压不死的好吗？我在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把我压死了。然后那些反抗我的人，那些反对我的人开始什么？开始挖我的什么？他说你说从中国逃回来，你把细节讲给我听。我靠，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挖这个人上，我就问各位。我说我已经回到台湾了，我不怕，我要说什么都可以。问题是帮我从中国逃回来那些人还在中国，你是想要让我什么？从我这边得到一些情资，去检举那些台湾人，那些帮我的人嘛？你看这些都很透着诡异哦，透着诡异哦。你现在反对我办挺政府的活动，然后他就要把我打成一个什么？一个台奸。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你从中国逃回来，我不相信。你告诉我细节，其实细节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我就不愿意跟他讲。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常年看我节目你都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的哈。
这群人极其恶意，我告诉你，这群人不像说什么我们同道中人互相在提醒，他是要你死啊！他每一招打法都要你死，可是我跟你讲，他没有那个能力，他没有那个能力，依然打不死我。各位朋友，你如果觉得不想听没有关系的，你就天天讲这个，我真跟你讲，因为天天就在发生这个事情。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家是要你的命啦，人家是要你的命啦，难道我不能为自己，我不能为自己开脱一下，为自己解释一下吗？闽南人的事情，我跟各位讲啊，他跟八炯之间的事情，你们根本不知道内容啊。你们如果一直要逼这件事情的话，哪一天闽南人真的不爽，把所有东西讲出来，死的是谁还不知道。我再跟你讲哈，这件事我讲到这里为止，我不再说。你们把闽南人逼到最后的退无可退的时候，他会把他跟八炯所有的经过都讲出来。我跟你讲，死的还不知道是谁啦。他说我几次才说他们本来就是草啊，什么叫脱北？我说我现在叫你炒斗鸡啊！你当小草当那么多年了，你都没有觉得炒不好。今天突然我说你是炒，你就不爽啦。而且我说斗鸡是形容一个人好斗，不是说你是鸡。他老婆就硬要凹成说我说他是鸡。台湾人根本不懂鸡是妓女的意思，所以台湾人没有觉得说，他说鸡有什么不好嘛？所有人的出来附和说你怎么骂人家是鸡的人，那些人都是中国来的水军，因为只有中国人知道鸡是什么意思，只有中国人知道他们把鸡当作妓女，台湾人是不懂这些，所以台湾人无感，就跳出来那些人都是水军。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一群人搭配了中共的水军？我一开始就讲了，赖清德他用的这批水军好像跟中国用的是同一批人，我是不是很早前几天就讲了？他们的逻辑真的错乱到不像在民主国家待过的人，因为民主国家人不会跟我讲说赖清德的肖像权，总统没有肖像权啊，除非我把总统拿来什么，我把总统拿来做污蔑啦，拿来什么，拿来踩在地上，那个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啦哈。我用总统的这个像，然后做一个梗图，就是我们要挺台湾，我们524大家团结，这样有什么肖像权？这些没读册，这个真的没有读书，我跟你讲。而且我认为他们可能是中国来的，他们是不是什么中配还是什么的？台湾人怎么会不知道总统没有肖像权这回事呢？信不信？川普也熊 Q 呢，被人拿起来折磨成糟蹋成什么样子？他会出来告这些选民吗？所以这些素质之差了，我跟你讲，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因为他们素质很差。赖清德，请你派一群有论述、像样一点的人要打我来才打。你找这些这么低水准、这么不入流的人，我跟你讲，你根本不是我对手。我是没有时间的哈，我只是偶尔去跟他聊，去再再留几个话。我跟你讲，我一天去留几句话，你就垮掉了。我跟你讲，我没有去骂他，我就去垮，每天去留个几句话，然后他们气得气个哑公了，因为你论述没有嘛。是吧？你强词夺理，你才会这么生气。我就没有那么生气啊！我今天还是笑笑跟你讲啊，对不对？我哪一天讲话不是笑笑的？这些影响不到我，是不是赖清德？我跟你讲，我并不知道，但是绝对100%都是台派。到今天没有一个蓝白的打我。我们所有党员，今天我们开会，所有党员都说，对，他在4个到处看到攻击我们的，没有一个是蓝白的人，全部都是绿营的人。是不是赖清德派了？我真不知道，还是这些人揣摩上意，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得罪任何人啦，各位，我什么时候去得罪？我好好的去办一个524，200万呢，开200万呢，够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就把这些事情跟台湾人让他知道。凯达格兰道办个活动，光那个舞台啊，光舞台130几万啦，我跟你讲。还有其他的嘞，所以200万跑不掉哈，200万开200万卖挺国家军购，结果被他们的水军把我打的什么？所以说我好像是一个什么，
好像你是个台监似的，我好像是匪谍派来的，是吧？那你说这个国家是不是错乱了，好不好？霸总到今天到刚刚还想说服我要跟护国党切割，我还说你好像是做生意的嘛，你怎么讲出这么没有水准的话，哈？我说我跟护国党一人出100万，那100万你来出好了，是吧？对呀、啊，你这句话讲的谁是霸总，我都不好意思讲说。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我们的负责公关的已经辞工了，因为我说了他一下，我说你们给我找这些全部都是没有人认识的这些小人物，名不经传的，然后呢，名不经传的人还天天那边拿翘，一会这个一会那个，我就通通不要来了。所以我们那个负责公关的先生，他也气到他也不干了，没关系，不干没关系，啊，我真跟你讲。人在其位，如果不谋其政的话，对啊，你给他找你给找那些，我说找的来宾如果没有大咖，就不要找。我一直跟他们讲，没有人也没关系，没有来宾也没关系，但是至少一定是要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一个路边找一个什么谁都不认识，什么霸总啊，什么常行生啊，我都不听过，你听不？一大堆的什么脱北者，如果不是他们打我，脱北者本来是答应要来参加我们活动的，脱北者我也不认识，我你们到底去哪里去找这些我都没听过的人，哈啊！如果要找这些人，其实我跟你讲，降低了我党的风格，所以他们找这些人，我本来就不高兴，只是我没有说，我也不想说什么，算了，都既然大家都同党人，我党主席我也没有资格说你不对，既然你在努力，我也不想说什么。但是居然就连这样名不经传的人都要跟我谈条件，你必须要跟护国党切割我才要去。我说那你可以不要来，我可以把那个什么聊天记录 po 给大家看。我说那你可以不要来啊，你威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威胁过，是吧？你至少要全国知名度的人，就那个一个区域的人。一个小区域的人，只是我也接受啊，我也没有说这样就不让你来啊。问题是你们自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嘛？我不是一个很恐吓的人，我不是一个被恐吓的人。我已经说过，我一个人就可以撑3个小时，我一个人可以撑半天。我跟你讲，如果真没有人来，我凯利。袁宏斌教授，我们3个可以撑起全场，而且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把我所有我们台美党今天的所有的一路的历程，我们台湾为什么要成立台美党？台湾现在真正的国家定位是什么？美国的2758在代表什么？美国说你台湾地位未定论代表什么？美国为什么对台湾的事务都由军方来发言？全世界没有这种事情。我这一系列的讲完大概要3个小时，我如果有机会能够在这么大的场合把这些话讲出来，我认为效果不会更差。我认为我的论述完全没有错误，我的论述就缺什么呢？缺一个大的平台让我去放送而已。这是我最痛苦的，因为已经被打压到真的这样了。所以如果有一个大的平台，有一个空间，我愿意好好的把它讲清楚，我愿意让台湾人知道说，原来你台美党的路是这么正确，而且是这个时代必须要走的路，而且是你唯一的路，因为你台独走不了。第一，美国不让你台独；第二，台独了30年后人家还是打你。只有加入世界唯一的超强，而且我们加入美国还可以帮美国维持它的霸权嘛，我是说嘛。美元霸权要靠我晶片美元嘛，是吗？所以我这么说，全世界跟我买晶片，买晶片买什么？每年几兆美元的金流呢？那个不会比不会比石油美元还少，你知道？我每黄仁勋不说明年要1兆美元吗？啊，不是那个那个四大云端公司不是说要23兆吗？23兆大概7、8千亿美元嘛？
就这5家，每年就变成2兆美元了，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数量？而且说我们就是用这个美元来保护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很清楚，我已经讲过了哦，台湾可以什么？可以帮助美国持续腾飞嘛？如果没有美国的发展就到此为止。很多人说美国没落是真的假的吗？我可以跟各位讲，美国没落是真的，但是只要台湾还在挺你，美国的没落就会延缓，甚至会慢慢消失。确实，现在美国没有以前二次大战那样，全世界75%的 GDP 都在美国，那个时代过了。可是美国现在掌握美元霸权，现在掌握晶片，掌握石油，所以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霸权。所以台湾如果靠到美元，美国最重要的。川普讲那些我离我9700英里的9700公里啊，那句话是讲给中国听的。哈，各位不要相信这种鬼话，不要相信这种话，因为他是双子座，双子座每干的钱，他跟你讲话，他会讲好听的给你，他回过头，我跟你讲，我都讲双子座朋友都这样，当面跟我，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在聊天了，他讲说，哎呀，你这人啊，你这人真好啊，然后这个人走了之后，他在后面说，哼，什么东西啊？双子座选话讲这句话，我得讲，哦，对了，哦，你刚刚跟他讲那么多都讲，当然是假的啊。场面话，双子座转世界喜欢讲场面话，所以他在中国讲那些话都不要当真，因为中国只能帮美国降低通膨，台湾是你让美国什么持续腾飞，不单持续腾飞，而且让你不要什么不要坠入地狱嘛，这个价值天壤之别，天壤之别。但是所以其实美国希望。美国回来资讯了，美国一直在注意台美党，这句话我绝对不是我个人给自己吹捧的哈。美国，我不是说了那个美国那个加州那个朋友不想，因为这个人最后不让我讲，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我要做的事你先把我讲出来，我就破功了，你知道？我讲拍谁了？我记得我没搞过政治，我不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你知道？啊，也就是说。美国的政要在我们第一次成立政党成立大会，他们就已经全部都知道了。这句话我对天发誓，是他们跟我们讲的。所以美国一直在注意台美党，因为我们到今天才成立1个月，我们的能量爆发到这个程度之后，美国更加会注意你，然后赖清德更加担心。所以呢，四面八方打。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这个原罪，如果今天我不是说我们是什么要入美国，这个是什么？因为什么？中华民国，你的台湾前有决议文嘛，台湾前途决议文嘛，那就表示什么？你真的要好好的拥抱你的中华民国嘛。但是我也既不打破你中华民国，但是我就告诉你，我要入美联邦那一天。就是什么台湾州，它不是中华民国州，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中华民国？我就跟各位讲，美国台湾关系法讲了，第1条就讲，我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抛弃中华民国，我不承认中华民国。从那一天起，那叫一个中国之后，中华民国在美国的文案里面再也没有出现，所以美国对台湾法永远是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台湾保障法、台湾什么西洋不逃法都是台湾，那代表什么？中华民国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是却被民进党紧紧拥抱。你想紧紧拥抱的中华民国，所以造成什么？你走不出去。全世界只要10个小国、10个邦交国，全世界只有10个小国承认你中华民国，而这个都是你花钱养大的哦。你一天不给他钱。0，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变0，所以我常常讲嘛，赖清德你去巩固邦交国干什么？你让它变0嘛，你不是台独金孙吗？让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变0嘛，那个时候不是直接就独立了吗？所以赖清德你到底在今天为什么全力在什么拥抱中华民国？这是我绝对不能原谅你的地方啊！
昨天已经很多人跟我写信说叫我不要再骂了。我说我跟你讲，你应该叫赖清德要改变，不是让我不要骂，因为我没有骂过他个人的私德，我讲的都是什么公共政策。如果你真的一直要沿用中华民国，没关系，我们台美党脱离台派，我们成为台美派，这是美国派。我们今天讲美国派，不要讲台美派，叫美国派了。台湾多了一个美国派，要求美国到台湾来驻军。赖清德，如果你聪明的话，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公开提出要求美国到台湾驻军，要求我们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什么，成为美国的占领地。你可以直接什么？美国可以直接考虑从中华民国取回什么托管权。如果由你赖清德来讲，你就是千秋万世了。如果你的依靠是美国，你根本不用担心国内的反弹，因为国内的人民是不会反弹的，是那些什么深层政府那些人会反弹。深层政府我跟你讲，拽龙加西啊，加西加咩啊，我真告跟赖清德，你如果真要干的话，这些深层政府是一点能力跟你抵抗都没有，一点抗拒的能力都没有。因为这点呢，我很清楚，他们会去舔共基金会，他们怕胆小怕死嘛。他既然都胆小怕死，你还怕什么？是不是？所以赖清德你公然要求美国对台湾驻军，我跟你保证，川普就会称你台湾总统，而不是那个 run me Taiwan。The person let's run me Taiwan 这块讲的是谁？我不知道你看到你会不会觉得心你觉得非常的酸呢？那你总统去啊，我们的母国，我们的宗主国这么羞辱了。这句话你如果觉得不是羞辱，那我也没办法哈。如果啦你台派人说啊，这个我不是羞辱了，那你就是自圆其说嘛哈。你该暗送流，我不无所谓了哈。世界上有谁会这样讲？我跟你讲，有谁会这样讲？所以我一直说，赖清德政府跟美国共和党跟川普没有沟通管道这件事情，台湾很多人跟我反对。我说，那你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举出赖清德跟川普有沟通的意思啊？那川普曾经有讲过一句，台湾总统那个赖清德什么，不管你怎么讲，你至少给我一个正式的身份嘛，是吧？你看他以前怎么称那个蔡英文的，对不对？为什么突然对你这样？就糟蹋你，很糟蹋你，你知道吗？很糟蹋你。好，川普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哈，很明显了。所以台湾必须做点什么事，必须 do something 你没有做一点什么事情，你的台湾的未来影响我100年腾飞。当然美国也不可能抛弃你了，因为台湾的价值高嘛。可是如果我讲的，如果你照我讲，你台湾真的可以100年腾飞了。很多人说你要直接讲，你要讲建议啊，哎呦，你听不懂而已啦，你这台派也听不懂我的话啦。你真的听不懂我的话，我真跟你讲，我对赖清德所提供的实际的什么做法，他只要照我讲的实际做法去做，我跟你讲，他就是个千古一帝，我告诉你，就是个英明的大帝啊。问题是我讲他不做啊，这不是我不是只会骂各位，我们不是只会骂我真的有提供很多好的建议啊，是他不愿意接受而已啊。是吧？他没有那个魄力接受了，今天也没有魄力接受，所以不要说我每天都讲他。我跟你讲这才是台湾唯一，如果能够把他说动了，让他愿意去做，这个才是台湾的功德一件我不会说把这个时间浪费这么好的机会拿来骂什么，骂柯文哲了，骂黄国昌了，骂郑丽文了，黑块这种咖小在我眼里都是个屁，你知道吗？那种人在台湾都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灰尘而已啦。这些人再过几年再过2028年之后，民众党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他的政治补助金没有了，政治补助金之后没有了，他就彻底的什么泡沫化，而且2个党主席如果都关进去，它是泡沫化，不需要再浪费你几年的时间都在谈这些嘛。如果你们跟我一起谈台湾的前途，台湾100年崛起，台湾的什么亚太营运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什么全球转运中心我靠，
这个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嘛，是不是？那台北机场在盖第3航站，你们知道吗？第3航站大到比1航站、2航站加起来还要大，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运用百年腾飞了，因为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台北的桃园机场，它已经不光是人流多的吓人了，重点是它的物流嘛。难道你不知道这些晶片都是坐飞机的吗？难道你晶片是用船去运吗？是不是？为什么中国所有的航空公司全部亏钱，亏得一塌糊涂？但是台湾，你知道台湾长荣跟中华航空啊，赚多少钱？你知道一年赚多少钱？其实不光是人流啊，物流啦。对了，还有啦，建议中国的朋友不要再坐高铁了，高铁好危险。原因是什么？你们去坐高铁，以前的中国高铁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测试了，1块钱让它立在那边不会倒。哇，他们说哇，你看我们的高铁这么厉害，对，你们高铁很厉害，因为那个是美国，那是日本跟欧洲的技术，跟你有什么关系？现在中国高铁开350公里的高铁，那个什么，那个杯子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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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为什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日本、欧洲、德国对中国禁运什么？高铁的轮胎啦，有恐怖轮子啦，不是轮胎啦。那个你也知吼，不是讲零件呀，是轮子哦。这个世界的科技真的是不是他能想象，不是你中国人能想象。他说：“哎呦，我们自己生产的已经可以用了，但是其实一用表示什么？表示人家禁运之后，你把库存用完了嘛？库存用完了之后。”开始用自己生产的了嘛？结果他说没有了，我们生产的可以什么？我可以拿输出许可证给你看了，我们还卖到国外去了。对，那个轮子可以跑200公里，可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中国高铁是要考350公里的，所以那个车咚咚咚咚咚咚，哪一天突然解体了，你也吓死我了，你会摔死。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做的事情太多，说不能验血，不能捐血。不能怎样，现在高铁都不能坐。未来这个东西会一样发生，只有你什么？你飞机你都不敢坐了，飞机你都不敢坐，为什么？人家开始禁运，所以719为什么没有了？吹了那么多年了，719吹了那么多年歼20，他妈的就没有一样是真的，对不对？当然什么？歼20吹了多少年？我在中国听到你讲中国的5代机那个什么隐形机出来了，结果吹到现在，杨伟那个总工程师杨伟被枪毙了，那俄罗斯一个什么 1.44 的什么东西，那是个失败的案子，人家俄罗斯这个案子赢到最后是发现失败了，然后打包卖给你中国，你看还说我花2000亿美元把这个什么歼20弄出来，结果发现都被贪污贪完了，所以把歼20的总工程师叫杨伟枪毙，科兴总工程师也被枪毙，这个也被枪毙，那个也被枪毙，因为什么？中国人有钱不贪，他对不起祖先。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句话，一定会相信这句话。你有钱不贪，你对不起祖先。这个就是中国，但最后是以人民的什么利益为代价。最后很可能人民就会因为这些他们贪官所造成的错误，在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之后，之前不是有在杭州不动车怎么相撞吗？你在那动车相撞，最后怎么处理吗？他们一来，他们部队，他们什么警方一来，直接现场挖一个很深的坑，把他动车埋起来。这是你们不知道哈。他发现动车相撞死了很多人，他整个把动车埋起来，因为什么？他们的管控系统出问题，他不会让你看到。就像中国现在只要有车，那个电动车只要什么一故障，他们来第一件事把布盖起来，不让你知道是哪个厂牌嘛。他不是不处理，他不敢让人民看到，什么都不敢让人民看到。日本的新干线用了几百年、上百年了，对不对？不要几百，上百年了，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一次都没有。中国的高铁发生多少事故，你们知道吗？
而且才刚刚要开始，因为那个开始被世界各国禁运零件跟轮子，所以他们的连高速铁路都要开始出问题了。小心哦，中国人，你真的要小心，有能力的人真的赶快跑，我真跟你讲，那个崩塌的国家什么都靠不住了。当一个崩塌的国家，什么铁路、飞机、高铁，甚至高速公路，甚至你连买了一部小汽车，甚至都不安全，是不是？特斯拉做了那么多车啊，有几台起火的？基本上没有，很少了，不是说没有，很少。中国一天要烧多少车子钱？你真的比较贱，你的命有那么贱？明明知道那个车会烧，你还去买？中国人，你翻墙来看我的节目哦，对你的人生啊，对你的生命是一种救赎。我告诉你，你来看我的节目，你就知道说，哎呦，什么不能碰哦，可以保你全家平安。我跟你讲，知道吗？看我的节目可以保你全家平安，因为我会跟你讲哪边有坑，不要去踩。但是你如果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你未来会很惨哦。关你屁事！140块短信，廖龙蔡英文打压台独，赖清德打压入美，到底维持现状好还是坏？维持现状好还是坏？那我就问你啊，很简单的道理，维持现状，台湾走不出去。第一，国际上走不出去。第二，持续受到中国的骚扰。各位，我可以跟你讲，习近平真的会想打台湾，他很想打台湾。从哪里看出来？你们相信我这句话？习近平这几年突然下令公款不能乱吃，而且所以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茅台酒2000一瓶哦，2700几块跌到现在刚刚1000块，快要跌破1000块了。为什么？公款不能乱吃。以前中国最大的消费群是公款的吃喝嘛，这个被禁止了。为什么？他要蓄积国力打台湾。然后今天居然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什么？他把那个国宴啊，他这一次宴川普的国宴，那个国宴叫什么？台湾的板豆菜，你有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你去把他们以前的国宴的菜色跟现在菜色，现在菜色是板豆菜呢，最廉价的板豆菜。其实中国不至于穷到连板豆都没有了，他这个是在宣扬一件事，全国要节省。就习近平是一个最浪费的人啊，全世界最浪费。中国多少家产被他一个人败光啦，他为什么突然开始要变什么？怎么变那么节俭了？第一，他在蓄积能量打台湾。如果不打台湾，他第4任怎么做？我就问各位。本来做2任哦，第3任给你做是因为你跟所有红二代承诺我要把台湾拿回来啊，所以我给你做看哦。现在第3任快结束了哈，马上快结束了，对不对？其实2027年就要做一个了断了嘛，所以他必须要这当中他为什么急于要打台湾？然后因为张二侠不可能，他把张二党给枪毙了嘛，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川普习近平有没有打呢？他做梦都想，问题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军方也不配合，所以他连国宴这次国宴吃的真的叫板豆菜哈，那个是很差的菜，就是什么？他是要昭告全国人民，我们要什么节衣缩食，为了打台湾。所以呢，你问我维持现状好不好？你觉得随时要什么？要恐惧中国来侵犯你，然后我的国家的全世界邦交被局限在这里，我就是只有10个邦交国啊，我没有办法，我连我晶片这么强，我都不能拿晶片外交去告诉你不买我晶片，你不跟我建交，我晶片不卖你啊，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可以啊，问题是什么？你中华民国不合法，全世界都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因为全世界承认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时候那一天已经抛弃了你中华民国，所以台湾只有一条路，叫做证明嘛，证明我叫台湾国嘛，证明在台湾国之后呢，我们用这台湾国来加入美国的联邦，就是台湾州嘛，台湾州，然后加入美国联邦之后，我们是维持的我们州自己的法律哦，
我们原本的法律当然不是中华民国宪法，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台湾州的法律。台湾州的州长跟美国的总统其实是平起平坐，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台湾的很多人一直没有弄懂这一点，就是说你敢后我们这样不是被人家矮了一截？错，台湾的州长跟美国总统是平起平坐，而且美国总统根本没有能力去命令台湾州州长。美国总统只负责国防跟外交，统一对外的事务，其他州的自治，所以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啊。所以你们常常讲说，哎呀，那个什么零元购全美国也只有加州而已，而且也不是整个加州都是这样，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哎呦，这款代志不是什么美国统一的，因为美国各州有不同的宪法嘛。加州有5兆啊，它的什么？它 GDP 有5兆美元呢，吓死人了，很恐怖的，是吧？但是它的税也最高啊，所以加州要在加州生活很不容易啊，那要很优秀才能在加州生活嘛，是不是？那没关系啊，我跑到隔壁的德州去啊，我很多朋友生活在德州啊，他说差很多，那个税差很多，生活成本差很多嘛，是不是？所以要搞清楚，美国州是有州宪法，对啊，这位朋友讲州宪法，加入美国对我们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啦。我跟你讲，不要那么土八路。我跟你讲，怂个傲容，说我们不加入美国怎样？我跟你讲，我多少朋友花了几千万、上亿，全家去拿美国的护照，他们都愿意，好不好？是你们这些不是你们啊，是他们这些底层的人，他觉得这个我没有这个需求啊。那就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去加入美国，因为他没钱嘛，他没钱就从来没有想过加入美国嘛。可是当我告诉你可以不用花钱，而且还可以搞不好川普还可以每个人补偿你10万美金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事情都变成可能。让本党真的站起来，我就跟你讲，如果我们党有像柯文哲这样有8席到10席的立委，我就一定能够见到川普。以我在美国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话，只要我们台美党有一点声量，你不能说现在我刚成立了一个立法委员都没有，一个镇长、一个乡镇长、一个市长都没有，你说去拜访川普了，川普会理你吗？他会问你说我你贵姓啊？你是哪个党啊？我是台美党啊。你们现在有几个立法委员啊？没有人会理你了。不要说什么，连一个参议员都不会接见你了。已经很多人去干过这个事了以前民政府他们这些朋友，他们去干过这些事啊。那就问你说你们有多少立法委员，有多少市长？没有，一个都没有。你这根本就不理他们，好不好？所以台美党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希望透过524把这个声量做大。我们才成立1个月的政党，今天有这个声量，我跟你讲，你也该满足了，因为你声量大到执政党全力封杀你。哎呀，你有才能招人嫉妒嘛？你都不招人嫉妒，你活着干什么？我跟你讲那我们如果那么丢脸都没有人嫉妒我们，那我们不是很丢脸吗？是吧？现在没有关系现在执政党是真的嫉妒你是不是？我说了他几次台湾前途结义文是台奸结义文今天赖清德今天在哪个场合开始讲这个东西嘛？没有用的啦，没有用啊！你该做的事情去做好就好我的话你应该听到我的建议，而不是来解释这个没有用的，因为他真的担心。民进党从党外开始对抗一个国民党这种超级巨兽，靠什么？靠论述，靠理想，靠群策群力，靠台独这一支招牌。台独党上这个招牌把民进党带到了执政，结果他执政之后直接说我不要台独，我把你台独踢出去，是踢出去所有台独没有一个人进入体制的我这些台独的兄弟没有一个被进入体制的，全部被踢走了，因为我要拥抱中华民国，留你们这些人没有把你斩首就好，因为什么功高震主，我全部给你们枪毙了，那没有了，台湾没有那么狠，但是这些人全部被踢到体制外。请问你
台独那些朋友，除了陈菊啦哈，除了陈菊之外，有哪一个进入体制的？有谁享受到这次成果的？全部都是一些挂底外位哈，职业学生的。所以我跟你讲，外读会基本上都是职业学生的，郭正亮、郑丽文啊，前面早就讲过他了哈。我跟你讲，这些外省人进入外读会的，基本就是都是什么？当年都是蒋经国派来的职业学生，包括谁？你们自己去想哦。那个什么江鹏，民进党第一任主席叫江鹏坚，临死前承认他就是职业学生，他对不起民进党。所以蔡英文说他什么转型正义做到一半有没有惊死？做一半赶快吓死了，会动摇民进党的国本啊！因为他民进党全部都是什么职业学生，只有那些敢站出来跟什么抗争的这些，所以我一直喜欢施明德。我一直支持施明德，就这样。施明德这种人不可能是职业学生，他不可能。他在监狱中被灌死，灌了1万多次。各位，什么叫灌死？你该想吗？没有打麻药，用的是管子给你插到喉咙里面去，然后食物给你灌进去，灌了1万多次。天哪，这是人过的生活吗？施明德没有妥协，但是这个人在最后被民进党的舆论战把他给什么？给弄细起了，所以施明德最后没有什么，所以我每次讲施明德，很多傻逼就开始讲，施明德怎样，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理想性的人，今天被你们民进党这样糟蹋，你们这样对吗？所以说你们想一想哦，你想看嘛，咱台湾的路为什么到今天走这么不顺？如果真的是民进党当年那些反共啊，那些什么反国民党这些人来执政的话，台湾今天绝对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可是台湾现在执政是一群职业学生，其实是什么？当年是被蒋经国栽培，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蒋经国做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啊，简单的不得了嘛。蒋经国来派一些职业学生去侵入民进党，然后来扶持这些人，让他来什么成立一个政党。我扶持你，因为只有这些职业学生成立的国家，才不会把我的国民党清算到什么？到历史的灰烬。所以为什么我说国民党有那么多破绽，你为什么都不讲？是不是？我常讲，哎呦，孙中山11次革命都是屁话，骗子。他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就跑到国外去了，再也没有回国了，直到民国建立。他在檀香，他在旧金山听到，赶快跑回来。哎呦，人家已经革命成功了，我赶快跑回来就挂底位。国民党拢是挂底位，我跟你讲，这样的历史，引进苏联，成立黄埔军校，然后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学习13行，学习广州商会，只为了占据人家数亿两的那个什么白银。广州商会富可敌国，然后打陈炯明之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地方性有一点力量的军阀。因为那时候地方的军阀是陈炯明了，陈炯明是一个已经开始实行三权分立的一个地方军阀。他不但承认行使三权分立，他也开始搞什么科技救国，开始搞工业。所以广州为什么那么早？为什么那么早开发？广州是有很深的什么，在全中国来讲是有很深的文明底蕴的。我就跟各位讲，共产党在深圳、广州、东莞是那些官员、那些警察是不太敢动的。所以我是说，我在东莞被喝过4次茶，对我是客客气气，因为这里开发的早，这里民心啊，我跟你讲，因这个所在民心根本不信共产党，我告诉你。跟当然不信你共产党，只是反正我现在有饭吃就好，反正我可以当包租公过得好就好了。所以当中国整个出现问题，我讲广东很有机会会先搞事哈。这个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困境，然后找了川普来跟他演戏嘛。川普很简单，我要的就是经贸而已嘛，我就是要经贸，其他的都假的哈。我一开始就讲这句话，其他都是假的。而赖清德的问题。他在
川普在中国羞辱了你赖清德，我认为他回到美国一定会想尽办法给你台湾一点补偿，因为台湾太重要了。台湾太重要，但是台湾又靠着美国，台湾又需要美国跟你输血，它需要美国保护嘛。所以呢，我可以没有我需要跟什么跟习近平的嘛social的时候，我可以把你台湾人拿出来打一打嘛。但是我回去我一定要给你秀秀嘛，再给你一点甜头嘛。但是我真的觉得赖清德，你要从人家的眼中，从那个什么 the person that run Taiwan 那个在台湾运转台湾的人啊，连总统都不讲，那个总统领导者都不讲，leader 都不讲，讲 running， 真的啦，我赖清德，我切腹自杀，他妈的，我这个总统做成这样子，被我的宗主国这样羞辱，拜托啊，如果连这样的羞辱你都无动于衷，那你就废了，好不好？你现在被羞辱了，请你赶快去补偿这件事情，赶快多做一点事情去补偿这件事，修补你跟川普之间的关系，要不然的话，你最后只有一条路，切腹自杀的路，以谢国人。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这么羞辱台湾的总统，从来没有。你们去试试看，当然有啦，杜鲁门当年跟蒋介石那是不一样的哦。那个时代，因为他们说蒋家一家都是贼嘛，因为他们蒋家是美国援助中国的钱呢，被四大家族贪污了四成，听说是贪污4成了，所以那个时候叫四大家族富可敌国嘛，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人家宋美龄他父亲把3个女儿都嫁给什么？这个孔令什么？孔令希哦，还有什么孔令什么？蒋介石、孙文嘛，等于到底3个照样都嫁给中国这么最有权的3个人嘛。那就是为了我的家族的光的那个什么，你的家族的利益嘛。那我问你，机关算尽又如何？当中国沦陷之后，你4大家族在哪里啊？4大家族在哪里？所以台湾的有钱人都要支持我们台美党，台湾的穷人更要支持台美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什么福利政策。你们不是右派吗？谁跟你讲右派不能有福利政策的？适当的福利政策才是右派的精神。左派是已经左到不行了哈，左派是养穷人，右派不是，右派是什么？帮助穷人，不一样哈，不一样，好不好？Get receiver 30块短，谢谢。那一群说的东西很难站得住脚，而且大部分都在直播讲过了。对啊，是啊，我讲过了，他们不管啦，他们就是找到我一点点问题就开始打你嘛。啊，他都不想要这样打，不合逻辑。你骂人家都不合逻辑，所以我知道他伤不到我，但是我真的很愤慨，因为有人放任他们这样打我嘛。重点是我所有请的524请的来宾，一个一个跟我推通告了，对吧？然后讲得很好听啊，我说卖 gay 啦，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啦，对吧？啊，答应我来多少？一开始他们就好啊，有这么一个舞台让我去增加知名度，多少人愿意来啊？一个一个推通告，我觉得好奇妙。但是我真的跟你讲，我最近对你们推通告这件事，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就上天就是要把这个机会留给我，有一个3个小时、4个小时，我把台湾的论述讲清楚。我每天在这里讲，那么不看我节目的人，他也看不到啊，是不是？如果有一个这么大的场合让我把话讲清楚，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不是坏事，好不好啊？没办法了。我本来就是要盖这，我跟你讲了，你拿新加坡的什么主屋政策啦，绝对可以参考啊。而且我这个重点在哪里？台湾真他妈的不缺钱啊！我拿个几兆台币，不要几兆，我拿个几兆台币全国盖这种主屋，
是不是？台湾人可以便宜的什么？便宜的租。你要给我生一个孩子，我给你减多少？你生2个孩子，生3个孩子，我完全给你免租金。我做得到，我们国家做得到。现在台湾太有钱了，你知道吗？那没有关系啊，外面的房地产我也不打压你，我不打压你房地产公司哦哈。这个房地产卖给谁？卖给外国人嘛，卖给有钱人嘛，卖给需要的人嘛。但年轻人结婚，我要让年轻人敢结婚，敢给我生孩子。我先把你住房子给你解决嘛。你如果单身，我也不给你房子住啊。后你讲我要结婚了，我赶快跟政府申请一个什么一个主屋，那个叫什么屋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像新加坡的主屋政策嘛，30平3房2厅的房子，我租给你15000就好，想修最便宜的15000，你生一个孩子我给你扣5000，但是要交管理费，至少要维持。这个房子的成本我没有要收回来，政府花钱花了1兆台币了，1兆美元也无所谓。你以为台湾1兆美元拿不出来啊？是不是？那1兆台币盖的这些房子，我没有要收回这个成本，只是你们交的什么管理费，只是为了修缮这个房子，让这个房子可以永远住下去。我钱花下去我就花下去，我没有要收回来。我就是有这个 keep 啦。我真跟你讲，那个这种事情。对一个台湾这种已开发国家，然后晶片发达到你想象不到，这种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不敢做，怕得罪金主。他们金主都是房地产业，我跟你讲，就这么简单哈。好了，哎呦，时间超过水啊，越讲越开心，还是这句话了哈。524，拜托各位，我廖金漳一个面子，我这种打压告我已经哈。如果524真的又被打下去，你们又不帮我不挺我的话，那我跟你讲，我怕我们的党员真的是什么，那个士气就像泄气的皮球。大概我们所有的党员现在很努力的在工作，很努力的在推广，大家充满了信心。我说我们要做好执政的准备，我们要充满信心。但是因为最近被打压太严重。已经有人开始垂头丧气，所以我这个党主席要跟各位鼓励各位，没有什么了不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没有挫折算什么人生？他们打压不了我，他们打不了我。你这次把我打压，我过两个月我再办一次，我跟你讲。我告诉你，我余生就做这件事情，就我跟所有的媒体讲了哈，林北余生只做这些事情，入美联邦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几年。看我这个精神，可能再做20年、20年应该没有问题了。20年才83岁、84岁嘛，其实84岁的人还是 OK 了哈。但我觉得我再做20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不相信这20年，我再做20年推不动我的理想。我就不相信，我逃不出你民进党手掌心，我就不相信美国可以永远的搞模糊，我就不相信，如果我来当总统，我明天故意派一个密使去跟习近平谈，我告诉你，川普，你吓死的是你，不是我。我如果说我有可能哦，我有可能跟中国合作，一起错赛，请假错赛，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合理？我是唯一掌握你美国命脉的国家，你要给我弄清楚哦。如果我今天把所有晶片跟中国合作供应给中国，你美国马上亡国，你都不用跟中国打。跟你讲，决定世界2大强权啦，中跟美啦，但是决定谁能够继续当强权是我台湾，弄清楚好吗？如果你连这个架势、这个气势都没有，你怎么跟人家当总统？啊，你怎么可以去跟川普呢？如果是我啦，我跟你讲，我可以跟川普一定是buddy，一定是什么平起平坐。我们会很客气的坚硬态度很坚定，但是我的立场很坚定，我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了。我的态度非常的谦虚，但是我的立场非常强硬。
我会客客气气的跟你讲，哎呀，川普总统，你是我的偶像啊，哎，我就是这样。但是谈到我的利益，我寸步不让，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英雄的做法。川普，你们不知道吗？川普这辈子尊重强者，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没有发现吗？他觉得说，习近平虽然很可恶，但是他算一个枭雄，能够把中国这样哦，能够把中国搞成这样，所以习近平还是川普还是喜欢枭雄的，川普是尊重强者的，川普最看不起弱者，就像说他讲的 the person let's running Taiwan 这个不是看不起你是什么啊？一东西是按那称呼蔡英文的，你们去找出来嘛，是不是？对啊，以色列就是啊，他妈的，他每次叫美国一讲纳坦雅胡你不准给我打，结果让雅胡去打了之后，他也说好啊，那我就帮你一起打。喜明，你讲你听我这句话是不是对？美国一直压制纳坦雅胡，压制以色列去攻打这些周围的国家，可是当以色列去打的时候，美国说好吧，你既然打，那我就跟你一起打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尊重强者，强硬的人才是人类最重要的资产。尤其是总统一定要强硬，为什么？因为总统强硬，他还有很大的幕僚嘛，他不会因为强硬而莽撞嘛。总统不可能因为强硬而莽撞，因为他还有很多幕僚。但是这个方向是强硬还是软弱，是你总统决定的。至于一些细节，幕僚来决定，所以不会因为你强硬而莽撞而去做错事，这是不可能的。各位听我讲这句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为什么尊重强者，每一个强者都在世界受人尊重。美国也是这样啊。台湾最坏，你知道台湾最坏是什么吗？台湾最坏的人格就是什么？同情弱者，打压强者，这是台湾最糟糕的一个民主性。所以赖清德会说：“啊，我老辈子留下我贫穷了。”我跟你讲，在这句话哦，我跟你讲，如果是讲这句话，这个人你就要给他打叉了。连你爸爸都销毁啊！你爸爸是用尽一生的心力把你养大，你还说我爸爸只留给我贫穷？操！我跟你讲，如果这样的人，我是看不起人的啊！我这一辈子只歌颂我父母了，我从来不会讲我父母一句坏话，一句我都不会讲。我任何场合讲到我父母，我都把他当神一样，懂不懂？这个是做人儿子的尊严，这个是让台湾精神。台湾精神无人讲，阮老爸是善鬼，阮老爸跟他留给我贫穷。你娘这句话我听了讲要屁废，我无骗你。我跟你讲了，赖清德真的有人在听我们节目了，我已经确定了，有人跟我讲了。我现在认识很多台派，你知道。现在真的很多台独的来找我，所以我现在认识很多台独，他们给我的资讯啊，他们真的有一些内幕。我跟你讲，美国内幕也是他们给我的，总统府的内幕也是他们给我的，因为我就逮到这么哇来看到我这边了，我就说为什么赖清德一定要打压我们？他吓到了，他真的吓到，因为我跟你讲，他的资讯比谁都清楚了，台独再靠到我们这里来了。如果这样美国要靠过来，他算什么？他算什么？所以我跟你讲，正式宣布本党脱离台派，你台派把我打的什么屁滚尿流，没有用，你再打我都没用。我是台美派，我是美国派，我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好不好？美国派接受台派的加入，因为我可以跟你讲，台派是个虚幻的东西，真正要走美国派才长治久安，这个才是最实际的东西。想一想，而且这是可行哦，这是可行的一件事哦，这不是我在吹牛啊，这个代志是可行的，而且川普真的坐在白宫在等，这个廖金漳怎么到今天才给我成立一个台美党啊？早就应该来了，好不好？这个也是美国朋友跟我们讲，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你去看哦，全世界在谈加入美国51州了哦，那个团体多得不得了。听说福和会也在谈加入美国51州了，对？为什么一再没人讲啊？我只讲，他就我一讲，每个人就跟着讲。为什么我没讲之前都没有人在讲？为什么？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气魄感成立一个党，因为他怕被打压。
包括周威麟就是怕被打压，所以他逼着我不要阻挡。结果我一阻挡，你看到处什么，到处这个声音，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各个团体开始在大量的发酵，是吧？美国是你看很多海外民意在讲，哎呦，台湾成立一个台美党，一路入美联邦，现在已经很多人在讲这个事了，好不好？我们才刚成立1个月，严格说起来，我拿到通知还不到1个月，我们是4月15号认证部核准，但是寄到我这边，因为那时候刚好跨了一个假日嘛，一个周末周，其实我大概在20号左右我才拿到，才接到这个什么，接到那个什么，我们核准的文件，所以其实我真正对外宣布成立了还不到1个月。1个月时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各位你应该相信我，廖金漳有这个行动力。阮大爷刚刚讲一句啦，我为什么挺你？这幅画是阮大爷要画给周威廉的，最后说我才不给周威廉，我给你。他第一次，他说23个月前第一次看到我节目，他就爱死我了。一刚我给他卡3通电话，他会死掉。我跟你讲，人家也戏剧。这就是男人之间的交情了哈，那惺惺相惜啊。还有啦，他说这幅画如果有人要买哈，因为他知道我缺钱嘛，这幅画如果有人要买，可以打折了，可以打折哈。如果有人有兴趣了，陈立德大油画家的画是值得收藏的，你相信我这句话。当然，你如果没有在收藏这个就算了啦哈。如果你本来就有在收藏这些东西，我可以跟你讲，找我会给你比较便宜的价格，而且他的东西真的，我觉得台湾的画家当中现在是唯一值得收藏的。你这什么路德说法？你知道我第一个加入路德吗？你知道我曾经是路德的嘉宾吗？路德有一次讲说什么蔡英文是中共的什么？蔡英文是中共的 spy。然后什么？蔡英文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在跟中共打暗号，我当场就给他，我在节目上我就跟他翻脸了嘛。我回台湾参加第一个节目就是什么？我就是路德的嘉宾，你们不知道吗？你跟我讲路德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比你还清楚。我跟他的关系你们想象不到的好不好？所以不要在我这边讲那些，我是老政论好不好？我是真正老政论，要严格说起来，我是12年前在中国就开始搞政论了吧。台湾这些政论啊，我说难听一点，那些是后起之秀，真正搞政论的是我啊，你弄清楚啊。好了，谢谢各位哦，靠腰啊，半年钟啊，过半个小时了哈。好，谢谢各位，安尼先跟到这为止。还是那句话，524另搞到上钢铁，给我廖金漳一个信心好不好？给我台美党一个鼓励好不好？把你身边的人全部拉过去好不好？给我一点面子，我们已经被打压的太惨了。但是我会跟各位讲，没有来宾也是好事，没有来宾也是好事，因为我们其实我邀的大部分都是台派的啦。说真心话了，我们应该要扩展到蓝白的什么反共蓝白，甚至中间选民，这个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希望往这边走。我跟你台派哦，产不高罪不老，你已经把我打的我们是兄弟，你把我打的已经什么，已经恩断义绝了。赖清德，如果你有在看节目，你是这样叫你那些狗哦，收敛了。你派出那些狗已经咬得太过头了，你知道？咬得太过头了，是不是？我都已经公开支持523了，我已经讲过了，523跟524两天当中，只要有一天大成功，我都觉得很满足。哪怕523大成功，我524不成功，我都觉得可以满足。但是最好是523、524都很成功，所以524要靠各位，真的各位给我站下起来，给我一点什么，给我一点信心，不要让我们这个党那么小党刚刚开始就什么。就花起啊，好不好？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小党刚成立，办这么大的活动，然后受到这么大的打压，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除了戒严时期才有啦，戒严时期才有这款代志啦。结果承平时期我们居然受到这种待遇，我也真他妈的光荣，好不好？好啦，我们的朋友真的啦，524一定要来了啊，524一定要来了。就这样跟各位做最后的拜托，好不好？好，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半南京啊，超过半个小时了。